距离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高额关税落地仅剩1周，双方谈判正处在关键时期。但有消息透露，中欧仍存重大分歧，原因是欧委会采取了不透明手段，妄图越过中方谈判的合法代表搞单独谈判。此举将造成哪些负面效果？刚结束的巴黎车展期间，多个欧洲国家汽车行业团体高呼关税解决不了问题，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报道。10月30号是欧盟拟定的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仲裁的日子。如在此之前，中欧双方未能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自31号起，欧盟将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最高45%的关税。当前正值中欧电动车谈判的关键时期，但据知名公号玉渊谈天透露，双方仍存在重大分歧，原因是欧委会采取了不透明的谈判手段。中方谈判的合法代表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上周发文公开披露了欧方的阴阳行径，指出欧委会与中方磋商的同时，又单独与部分中国车企私底下搞单独约谈。观察认为，欧盟之所以试图用私下约谈中国企业的方式获取谈判优势，跟中欧当前采取的协调方式有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当 WTO 成员向其他成员发起反补贴调查，一般有2种协调解决方式，分别是政府承诺和价格承诺。更贴近中欧间现实情况的方法是价格承诺，也就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平等基础上，欧方可以同中方企业协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贸易价格，促使欧方取消对华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而从一开始，中方派出的合法谈判代表就是中国机电商会，意味着磋商是从行业层面来进行整体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欧方去和一些中国企业单独谈判，甚至去和这些企业的下属公司单独约谈，无疑是想分化中国企业，破坏中方团结，通过各个击破来攫取更大的利益。欧盟在宣布对华征收这个电动车关税之后啊，他就一直表示与中国的价格谈判没有关闭。这说明啊，欧盟的目的还是希望中国电动车以他期望的这种价格来进入到欧洲的市场。这样呢，欧盟既可以实现保护内部市场的目的，又不需要动用这个关税手段。可以向外界展示它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呢，这恰恰就表明了欧盟实际上它是明显背离了他自己一直宣称的这个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原则。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严潇潇向深圳卫视分析，欧盟选择搞单独谈判还有一个用意，即试图向中国企业传递信号，让他们绕开汽车出口，选择直接到欧洲投资，在当地布局汽车产业，从而完善欧洲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但必须指出的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海外投资绝不仅仅是建几家厂这么简单，要发展壮大，需要的是一个产业链生态环境，绝不可能只靠一家或者几家中国企业就能实现。因此，面对欧方的分化战术，个别中企在面对眼前的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做选择时，切不可中圈套，否则将伤害整个行业和国家的利益。距离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新关税落地还有1周，德国等国也加大对欧委会施加力度。德国总理舒尔茨21号重申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他说，德国企业不害怕竞争，加征关税无助提升竞争力，反而会伤害自身。德国是欧盟成员国中在中国拥有最大汽车消费市场的国家，所以德国是害怕我们针对欧洲车企呢进行反制的。德国它还是希望呢中欧双方通过透明开放的这样一种市场竞争的方式呢，而不是双方发生这个关税大战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这个问题。在月初投票中，同样对加征关税表示反对的还有斯洛伐克。汽车工业是斯洛伐克的传统产业之一，全国直接或间接从事汽车制造工作的人口超过26万。但在欧盟理事会宣布从2035年起，欧盟境内将禁止销售非零碳排放的新燃油车后，汽车行业的电动化转型成为了斯洛伐克必须解决的难题。当前新能源汽车在该国的销售量占比为3%左右，低于欧洲平均水平。
去年11月，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和斯洛伐克的一家电池制造商签署协议，计划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东部93公里处建设一个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并于2026年正式开始投产，届时将创造约1500个工作岗位。斯洛伐克经济部部长萨科娃曾表示，这个电池工厂的建设对该国汽车行业的未来发展、国家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斯洛伐克舆论担忧，如果对中国强行加征关税，友好的合作氛围将被影响，未来中国企业的投资也存在变数。Slovakia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in production of the cars per capita. Car industry is shifting also in Slovakia. We were the ones who voted against the tariffs for Chinese cars. We believe that this kind of tariffs can So we are afraid what will be the other measures which China may take. 英国《卫报》刊文指，欧盟计划通过征收关税来限制中国电动汽车的销售，但这引发了欧洲汽车制造商的严厉警告，认为这些关税会对行业产生蚕食效应，加速德国等地工厂的关闭。文章提及，在刚结束不久的巴黎车展上，欧洲汽车行业的紧迫感显而易见。We are seeing many countries increasingly resorting to protectionist or at least defensive trade measures. But there should be no mistake. These short-term actions will have negative mid and long-term implications. The world is moving very fast. The only way to truly protect ourselves is to raise ourselves to their game. 尽管以法国总统马克龙为首的法国政府大力支持关税政策，但实际上该国车企和汽车行业从业者都对这一想法大为不满。法国雷诺集团首席执行官卢卡德·梅奥直言，没有中国，欧洲汽车制造商将无法跟上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因为所需的原材料、专业技术和供应链都由中国主导。Without a good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I think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ramp up electrification in Europe because they have in their hands, materials, chemistry, gigafactory capacity, battery capacity, etc. So we need to find a deal with China. 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法国汽车行业已经失去7万个工作岗位。在近期的一场抗议活动中，欧洲多国汽车行业代表高呼，加征关税解决不了当前困境。Avant de dire on va taper sur les Chinois, il faut aussi que les constructeurs français jouent le jeu et baissent leurs marges et reviennent aussi construire en France. Taxes is a kind of economic war, financial war, and this is for sure no solution.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汽车行业面临寒冬，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竞争力不足，无法有效控制成本。汽车在欧洲本地卖不动，而欧盟认为是物美价廉的中国产电动汽车抢占了市场，这样的想法十分狭隘。海关数据显示，今年9月，中国汽车品牌向欧盟27国出口了60517辆电动汽车，同比大涨61%，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2高水平。上一个出口高峰期还是在2023年10月，当时的出口数据为6.7万辆。当时欧盟正式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我个人认为啊，这样的是一个市场信号。那么欧洲消费者在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们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这样的一种认可。那么赶在关税生效之前呢，产生了这样一种抢购热潮，造成了这个电动车这个出口的快速上升。有英国舆论就提醒，鉴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连任，加上欧盟的核心成员即将更替，不排除欧盟方面将在未来出台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有报道提到，即将上台的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是对华强硬派，此前担任爱沙尼亚总理期间，主持通过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外交关系研究主管、欧盟对华政策前外交官瓦塞利尔警告，与现任博雷利相比，卡拉斯对中国的立场更强硬，在他任内不排除会有更多对华所谓去风险的举动。